写字的笔顺是学习书法的首要基础。为什么它这么重要？笔顺好比是一个路线图，知道了方向，我们才能达到目的地，写字才能写得好看。课程的最后会讲几个特别容易写错的字，特殊字的写法。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也犯过同样的错误？书法跟字母不一样，书法有字体的结构，比如上下结构、左右结构，这样就把字分组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再看先写哪个组，组内先写哪个笔顺，这个顺序呢就是笔顺，就是我们今天课堂的重点知识。本节课我继续给大家介绍7种基本规则之外的补充规则，只要认真听都很简单。补充规则1：带点的字，点在右上，最后写点。类似这样的字都有一个点，都是在右上部分，那就是最后写这个点。树这个字的点呢，在右上角。我们先写横，后写竖，先撇后捺的写木，其次加上这个点，伐。伐先写撇，再写竖，横，然后是斜钩，短撇，然后加点，这样的笔顺是很顺畅的。我这个字呢，看起来有点复杂，但不用担心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它的笔顺。先写撇，再写横，从左到右，先写竖钩，再写右边的弯钩，短撇，最后这个点的位置就很好找了。点的位置找好了，对于这个字真的是画龙点睛的作用啊！点在里面，最后写点。像这些字，点都在字的里面，就把外面写完，再写这个点。瓦，先写横，再写竖钩，然后写横斜钩，最后添加点。叉，叉是先写右再加点吗？这个是这么写的，右里面加上一点就是叉。母，最后写里面的点。那就先写竖折，横折钩，再写中间一道横，最后加2个点。但这些规则呢，也是有例外的，例如叶、单，它们的点就不是最后写的。单，很多人呢都搞不清是最后写横还是写点。要先写点，最后写横。叶，这个点虽然在里面，但在写捺之前，
写上点。最后这个捺稍长一点，这个字就很有动势了。老师，我还发现这个请柬的柬也不是最后写点，很好。所以呢，大家在规则之上还要多总结一些例外的情况。补充规则2：先左竖后封口。常见的口、日这样的封起来的字从哪下手呢？马上我们来看一下。口要先写左边的竖，然后是一个横折，最后底面横封口。注意最后的横要超过上面的竖。日，那中间多了一道横怎么写呢？第一笔竖，第二笔横折不变，接下来就要写中间的横，最后再封口。这个口字要写好，笔顺一定要对，这样才能控制笔画的长短。最后一笔的横要长于上面的竖。补充规则3：两面包围结构的字，右上包围结构的字，先外后里。少，这个字的右边、上边都被包围了，那要先把外面的框写上，再加上中间的点。注意横折钩要向左弯一些。左上包围结构的字，先外后里。这些字的左边、上边被包围了，先写完外面，再添加里面。做点、横、撇、广字头。内部笔画多一点，就要写得紧凑些。乌，左边是个狮子头，横折、横撇、短横撇、提。注意提笔点，下面土要对照上面部分的大小去写，不要写得过大。左下包围结构的字，先里后外。反、进这些字有走之旁，先要写走之旁右边的部分，然后再写走之旁。反、撇、撇、横撇、短捺，然后走之旁是先写点，然后笔微微向右上提一下，再轻顿笔向左下一点写，然后这里注意笔边抬边向右下去写出弯，接着抬笔重新起笔写出偏横的捺，注意顿笔不要超过捺结束的部分。进，这里是繁体字的进，是这样，撇竖，然后先3条横，再竖，再最后一条横。走之旁还记得怎么写吗？就像一个数字3。记得笔提起来，再压笔写捺。补充规则4：三面包围结构的字，第一种情况，
缺口朝上，要先里后外。如含胸，先把里面的部分写完，再加外框。含，先写最中间的横，撇、竖钩，再加4个点。最后写竖、横、竖。注意这个字呢，不要写得过于瘪，瘦长一点会好看些。胸，注意先写撇，再写捺，然后写下部分的框，竖、横、竖。这里要注意整体字的字形，不要写得过扁，要匀称些。第一笔真的很重要，不小心写得过长，整个字就越写越大，收不住了呢。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，但多总结、多改正，就会进步得快。第二种情况，缺口朝下的字，先外后里，这些字左上右都被包围了。写的时候，先把上面这个框写完，再添加里面的内容。如月，先写撇，再写横、折、钩，这个横一定短一点，让整个字瘦长些。然后里面2个短横，第一个稍短点，末尾都轻轻的顿笔。用，它们的外框都是相似的。这里的横折钩的横比月稍长一点，给里面的内容留够空间。2个短横贴着左撇去写，然后是垂露竖。风这个字是繁体字，这个字啊，我很喜欢。一般外框写好了，那这个字啊就容易很多了。外框左撇和右斜钩的长度不要差别太大，保持字的稳定。里面是横加一个虫，虫的2个角都离框的内部很近。这个字写简体、繁体都可以。第3种情况，缺口朝右的字，先写上面，后写里面，最后呢写左下部分。例如曲、降、句，它们的上、左、下都被包围住了。那就来看一下这种字体的笔顺是怎样的吧。曲，繁体字的曲是3个口代替叉，先写横，再写3个口，最后写竖折。降，先写第1道横，再写里面的金。金要写得扁一点。接下来再写竖折，贴近内部的金。句
这个字的笔顺啊，稍微有点不同。先写手横，然后要写里面的部分了吗？不是的，先写竖，然后再写内部的横折。横有些写法，这里会有个竖，最后再写横。所以这个笔顺呢，为了顺畅就发生了一些改变。笔顺的规则还是为了我们书写的顺畅啊，所以部分字会有变化。在学习时要耐心的去记这些特殊的情况哦。是的，多总结会让我们学习进步的快。那有一个问题需要问大家，相似的字，它们的笔顺是一样的吗？看起来是出有2个山叠加起来的，比如山和出，那写字的时候笔顺也是这样的吗？山的笔顺是先写中间的竖，再写左边的竖折，最后写右边的竖。而出是先写左上的竖折，再写右上的小竖，然后写中间的长竖，再写竖折竖。看似差不多的字，还真的不能随便去猜字的笔顺呢，要多多的去分析。特殊的字的笔顺，左和右很有意思。右是先写撇，后写横；左是先写横，后写撇的。右撇不用太弯，然后一横，接下来就是口，口的第一笔接着撇，记得最后一个横要超出竖。左先写横，注意长短，整个字不会长于这条横，最后加一撇，这个横不挨着撇，这个弓要写的小一点。第2个特殊字九，很多人会写横折弯钩，其实不对，要先写撇，然后再写横折弯钩。第3个特殊字是，乍一看这么多横横竖竖，简直要凌乱了。要找到第一笔先写横，接下来把里面2个短的竖写上，然后短横，最后去写外面的竖折。第4个特殊字义，这个要先写点，再写撇，最后写捺，跟之前讲的点在上，最后写点是不一样的。第5个特殊字成，那这个字的笔顺呢，也是容易写错的。要先写撇，要问原因，就是字的法则，就是这样，不是一种习惯。在各种字体中都是先写撇，先写撇，再写横，再写里面的横折，这里省略勾了，然后是斜勾，最后加一点。哇，有了这么多的笔顺规则，我再也不用担心了。另外就是平时写字的时候，留心一些特殊的情况，再自己添加进去。是的，所有的规则呢都是一般情况，大部分情况下的法则。但想掌握所有的规则也不难，只要平时多多的写，多多的去思考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儿了。什么？你还没有看上一集？
那还不快点这里呀！你们好好学习，老师要去玩儿，啊不，去继续学习了。那我们下节课再见。